今天这一集来跟你讨论的是 MACD 与均线它的关系是，那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今天我会跟你解密。首先，在开始看这个视频之前，要提醒你一件事：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牛均开门的视频，表示你还没去看过扭转门的教学。那接下来开始讲解的过程里面，对你来讲，你会有一些疑虑，因为你之前可能学过这种 MACD 或者学过均线，接下来你会发现我讲的内容跟你以前所学全部都不一样，所以还是建议你要花一点时间，否则今天你看到这个视频的结论，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疑虑，对你的帮助不会太大。接下来就开始了哈。首先，这个 MACD 跟均线要开始讨论之前呢，当然必然有一件事，就是它的参数。在市场上、书本上、市面上你看到的 MACD， 一般来讲，你的软件参数设定通常都是12、26跟9。那原则上，为了你的方便，这个你就不用去变动它，就不要去改，就这样。所以教学上原则上就是这个，就市面上你可以看到的这个参数就这样，你也不要去移动它，你也不要去拆它，也不要听到某某人跟你讲什么你就去随便改变它，都不要。因为接下来要告诉你几个重要的观念，那么这些观念其实等你完整把它看完，你就晓得为什么市场上在讲 MACD 或者均线问题一大堆，到目前为止根本没有人跟你讲过。那我在右边这里上方有写这是牛均的说法，表示它不是市场传说。只要你看到视频上面这里跟你写所谓的都市传说，表示那就是一般你在书上看到的说法，包含你在外面见到所有视频，那个都是在书本上抄下来的。为了做区别，所以这一集全部都是我说的所以你也不要把它混在一起，你自己要把它分开。再来，那么进入到这个参数你确定了之后，再来这个价格平均线就是 MA。那这些什么计算公式在这里我都不会再跟你谈了那个都不重要，那个都已经是你自己想办法要怎么理解，自己去研究吧。MA， 你的 MA 的参数就是这三个，就52、208、832，就这样。那你也不要再问为什么，因为再讲下去已经不是重点。有人拿着这些参数，这个在跟你讲均线的人，最常发现的几种过程，就是我在这里都会顺便跟你提一下，在一般市场上外面你所见到的，包含书本上的，还是要跟你做一点区隔，否则你会把它混在一起。那既然我们要讲这种教学，既然是教学，表示我不会随便跟你讲，因为我也不想因为说这个什么乱讲一通，然后害到你，这个我也不要，因为这个对我没好处，对你更没有好处。那首先，既然讲到今天要讲的是 MACD 跟均线，你对这两个东西你理解多少？我是不了解，我不知道你理解多少。但是在这里要强调几件事情。第一，我这里跟你讲的这个均线就是52、208、832。那在这里开始要讨论之前，我们为了后面的方便，所以这里给它一个均线的代号，代号就是 MA1、MA2、MA3，就是三条均线，就这样。就1、2、3三条均线。好了，接下来我要开始那希望你自己这一集看完，好好自己去思考一下，对你有多大帮助我不晓得，我是完全不知道。就是说10个人来看可能9个都没帮助啦。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那
顶多我也只能跟你讲说，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点出那个问题，我会证明给你看。首先第一个关系是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否则 MACD 跟均线你连学都不要学，你学那些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第一个最基本的关系是第一个关系是就是 MACD 的零轴等于 MA1， 原因都不要问了，因为一般人根本没有那种时间跟精神真的去研究这些东西，真没有啦。我在这个市场很久了，你说找1000个人来，让他回家自己慢慢拿着书本去研究，给你研究20年，不要说10年了，给你20年。这20年到底你怎么研究的？跟你的观念其实有很大差别。如果你研究10年，你还在研究市面上那个均线怎么用 ，MACD 告诉你怎么用，那个不叫研究。那一种就很像你要考这个考试哦，那你也没方法，那你自己方法错了也不知道。所以第一记下来哦，最基本的关系是第一个 MACD 的零轴等于 MA1， 这个你一定要知道。第二个关系是 MA2 等于上级的 MA1， 这个也要知道哦，先记下来。再来第3个关系是 MA3， 它是等于上级的 M1。那这里呢，你如果都没有基础，完全都没有看过扭转门的基础，现在3个关系是，我在这里只简单跟你提醒一下，因为去看过基本教学的人就知道大概这指的是什么意思。我只能说大概啦，因为有人就大概看一看，看过可能10集，看个3集就跑了啊。那一种你根本就赚不到钱。首先你的心态要在这种股票市场赚钱，你用那种心态，你做任何事都不会成功啦。不要说你要在金融市场里面什么期货市场赚钱，那根本都不可能。你做任何事都很难成功，因为就是都想看有没有那种投机的方法，就最好3个小时内全都会。慢慢去等吧，你等个20年你就知道。首先，这里稍微跟你做一个比喻，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日的 MA3， 刚刚已经跟你讲了，均线代号有3条，1、2、3有3条。那你要把它认为是短线、中线、长线也没有关系，反正呢，那个都没有差。你只要记住有1、2、3，那3比较大，1比较小，所以一个就比较大的，就比较长线的。那至于那长线参数是多少，你只要记住就好。就是你把你的电脑你要用，你要改过来就可以了。你不要在那里又在搞什么均线、什么月、什么周的均线，就是说不要什么200日均线啊，然后代表季的季，代表季或者代表年线、代表月线，那个你不要把它放到这里面来哦。你市场上在跟你讲年线、季线，你把它丢进来就不要用了，那个你就学那个就好，你不要再扯到这里来。那个你就学那个，你觉得那个对你有用，那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混到你原本的概念，因为你会混淆。首先，日的 MA3， 那么它就会等于什么？日的上面的等级是周，周再上去就是月。那总共有6个等级，这在基础教学有跟你讲过，总共这个交易就只有6种等级。没有7种，也不会有8种。时间的区分它就是6种而已，不要自作聪明。你自作聪明，跟你讲说1个小日的下去再下去，当然就是60分钟。有人说这个就是一个 H 就小时嘛，就1小时，这个都没有差。但是有人跟你讲啊，那我用什么4H， 那这个就是自作聪明。你要这样不代表你在研究，这个不叫研究。
你也可以有人把它搞成30分钟，我也是一个周期，那个都不叫研究。真正研究不是在研究你在那边乱改、瞎改均线。你觉得10日均线、5日均线好像太近了，我就把它调成20、30、40，你再乱调，那个都不叫研究。研究不是在研究那个哦。所以在这里有时候我会跟你提一下。那你如果不能理解就算了。这日的 MA3代表它等于什么？月的 M1， 哦，就是 MA1， 这个少个 A， 这个就是月的 MA1， 就是月的那一条第一条均线。这里呢，日的第2条均线就是周的第1条均线，这是关系式。第一个关系式你要先知道 ，MACD 的零轴，日的 MACD 的零轴就是它的 MA1。这3个基本的关系式，先把它记下来，否则均线，你不要说你看懂，你连门在哪里你都不知道。不要说你懂均线。你整个看完这一集，你全部看完，大概要2集才讲得完，因为下一集大概全部都是我会拿这个案例给你看，有股票的，有台指期的，把它看完，你就知道曾经你看过所有跟你讲 MACD 跟均线的全错，全错啊，没有一个对的。为什么全错？因为全部都书上面抄下来的啦，30几年来全错的啦。不会有人跟你讲，你去哪里等有人跟你讲？不可能啊！就跟你讲，这种东西要有人愿意跟你讲，那也是因缘际会了。来，先看了，我拿着比特币，直接看案例，你才会看懂，否则看那个关系式，你是看不懂的。你大脑里面你没有这个基础概念，你根本看不懂那3个关系式。你没有一个基础，你是真看不懂啊！全部送你，你也不懂啊！这些关系式给你，你真要研究，那你就拿着那三个关系式开始去研究，那个才叫研究，而不是你自己那边瞎改什么均线参数，还有人在教沿路改，打开视频在那里，太近太远在那边调，那个你都信，那也真厉害，那个连幼儿园的程度都没有啊！你随便弄个什么季线、年线，那也就算了，那还好哦。你说这个季线、年线或者短线的这个10日线，什么跌破怎么样，或者黄金交叉，那也就算了哦。那个就没办法。但是在低一等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低一等就是自作聪明，在那里啊，电脑拿起来。在那里调整，你知道调整那个均线，看哪一条均线刚好比较符合这个低点，那个就是更低一等级，就连幼儿园小班都还没读到中班啊，知道吗？一堆韭菜还当成那个是很厉害，你是傻啊？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跟你讲不要那样搞啦，不是那样搞的哦。来看这个牛津开门，你真的。这个视频你要看这个教学，要有一点耐心啦。你这个有人3分钟30秒就走人的，你在这个市场肯定是赔钱的啦。你都不要怀疑，一定赔的啦。来，这个 MACD 的零轴等于 M1， 从这个比特币现在这一张图是15分钟的走势图。哦，好，那这是目前的哦，这是目前的行情哦，这是目前的哦，看一下。我上方这里留了1条而已哦。现在先跟你讲 M1， 所以只有1条，你不会看到3条，你就不会混淆。否则一开始1条都看不懂，你放它3条、5条，或者说我们昨天提到的那个叫什么 Vegas 什么轨道交易法，那搞起来有5条，那1条你都不知道，那5条你还在那边讲半天，这么研究半天，你说你会懂？逻辑上就不可能的事情嘛。看这下方是 MACD， 下方 MACD。今天我在跟你讲是在讲 MACD 跟上方这个均线什么关系。首先这 MACD 有一个零轴在这里，这有一个零轴。你看过所有跟你讲 MACD 的人，这个零轴在干嘛？零轴都会跟你讲什么？
顶多也就跟你讲啊，这个如果这个上去零轴，这个上零轴或者下零轴，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注意什么？顶多也就跟你讲这个啦，或者黄金交叉，或者死亡交叉，或者这里画一下去，这里头部背离，或者这里又在背离，就这样。还有吗？大概没了啦，就这几个而已吧。好了，首先第一，看好啊，这个 M1 这一条就是这一条，所以讲完以后，这个跟你讲完了，你去看均线，你在看均线的时候，应该怎么看？这里有圈起来，这里有圈起来，圈起来，就重点看就好了。均线第一个重点是不是在讲说，这个上了均线以后，对吧？拉回靠近均线，可以买，靠近可以买，不是在讲这个，不是。均线不是在给你看说它靠近或者来点到均线啊，我去买，那是傻瓜的用法啦，那是傻，那表示你是真不懂。那你说这看起来靠近均线买好像没错啊，废话啊。为什么我常常跟你讲那叫废话？因为这是他走的一种感觉，你这样看，所以才会有人一直在调整均线，因为觉得某一条均线离太远了，干脆我再调，我再找到一条符合这个均线比较适合的，不要搞那个啦。来看所以圈起来的地方看这里上去零轴上去，好了，这里再绕，你管它怎么绕，这里跌破，这里是不是跌破？绕，再上去，这里是不是又上去？绕，又下来，是不是又下来？首先，第一，你要知道这件事。如果你不知道，那么你看 MACD， 那你就是在瞎看。同时间，你在用均线的人，你如果只看均线，那也就算了。如果你看均线，又看 MACD， 又看 KD， 又看 RSI， 你只要均线包含其他东西掺进去，那你也是在瞎看，因为你还是不懂。你也就是东凑西凑，凑起来，然后去看看哪里看起来好像比较好一点。逻辑上根本道理你不能这样去研究的。希望你可以听懂我要跟你讲的意思哦。你去学习物理化学的物理，化学也一样，你要了解它根本一个它的，比如说牛顿跟你讲的三大运动定律。那你要去学这个东西，你光是你如果不懂它根本那个定理的由来原因，你去就算你要考试你去做这个练习题，你都把它做一做，对吧？这一章的你做完，你可以明天去考你可以考100啦，可能考90都可以啦。但是时间长以后，你就会发现你的基本逻辑理论你根本就不清楚，你可能只是看着题目套那个什么，就数学物理，你可以用最笨的方法，就是做练习题做多一点你就套那个计算方式就是会有人给你那种快速解答的问题嘛，你就看着那个形在做，再看第二个。它的 M2 它等于上级的 M1， 那么这里左边这个是15分钟比特币，右边是1个小时，两张图其实就是这样，时间点都一样。我们看，首先这个已经是 M2 了15分钟的 M2 黄色的，我已经把它改过了白色都是 M1。为了这一次跟你解说，所以为了方便看这里。刚刚我们看到了这里再重来，15分钟这里圈起来的地方，这个是不是它的 M2 这条均线？它是不是上去？是吗？上去了。你再来看这个时间，这里是6月30号的下午3点，这里是6月30号，大概也是下午3点。这个时间点在60分钟来看，它的 M1 是不是在这里？白色这一条，这里在15分钟就是 M2。这里就是60分钟 M1， 这样懂了
同样的道理，你要接上一个关系式，那么60分钟的 M1 就是什么？它的零轴，这样懂了哦？这3个你要连起来哦。再来，今天全部看完之后，我把可以跟你讲的部分，我跟你讲，有些我不会跟你讲，因为今天给你的东西已经足够你回家研究个5年。有人大概1个月就放弃了，哎，所以均线是不是像外面书上写的那样哦？就这样哦，上去怎么样哦？那个就幼儿园程度啦，知道吗？那样的解释是，你说他完全错，也没有完全错，但是你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那个会有问题的啊。但是你没有一个基本逻辑，你是不知道他问题错在哪里。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会出问题，在某些时候你均线是用不了的，用不了，完全用不了，怎么看都错，有时候又都对，废话。但是你知道它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某些时候它就会错？那个就是你没有基本的那个逻辑概念，你就是在看着那个均线在那边绕，在那边黄金交叉、死亡交叉。光是一个 K 线上你的均线，你都解释不出来。你看这个说啊上均线，然后看这个是看这个是年线呐、什么季线呐、什么20日、30日，然后就代表怎么样？代表行情在往上。那你讲这个不是也是一种废话吗？那个还要你讲吗？那个不需要你来解释啊，还要你老师来解释干嘛啦？你自己去看不是也看到了？再看这个5分钟，现在来哦，这个5分钟，这个15分钟，比特币哦一模一样的。5分钟这里，现在这个也是 M2 嘛，这里是不是 M1？ 我再举同样的往下一个等级，往下啦，往下面移。5分钟 M2 这里时间点7月1日晚上10点45分，它是不是上去这个 M2？ 是不是上去？下来这里我有圈起来哦，我这里有画一个横的这个箭头，这个是为了方便让你知道说这个周期时间点是从这个时间点7月1日的晚上10点45分到7月2日的我印的时候是上午11点，就这个时间点的比特币5分钟的图啦，就现在的啦，我印的时候当时的。那右边也一样，15分钟也是这个下面有时间，也是在告诉你这是同样的时间周期，因为这样你会方便比对。否则打开软件在那里跟你讲，你其实听不太懂的，因为你没那么厉害啊。那个 K 线你没看那么熟，不可能。你看我在那边比那个软件，这个 K 线图在那边切来切去，5分钟变15分钟，你有办法一眼看穿？其实很难啊。所以一般拿着软件的 K 线图在那里讲，很多人其实他讲错了，你也不晓得。这里这个时间点哦，所以这个圈起来，这里是不是上去它的 M2 这条均线？这里靠近 M2， 这里是不是跌破 M2？ 只是要告诉你这3个，其他你不用看啦。转过来右边看15分钟，15分钟这是不是 M1？ 这里是不是上去它 M1？ 再来这一下圈起来，同样的哦，是不是靠近这个？是不是刚好打到它这个 M1？ 再来是不是跌破 M1？ 15分钟你去看。那既然知道那15分钟 M1 就是它的什么零轴，所以这里上去你的 MACD 零轴，再来跌下来的时候，这个动作它有没有跌破？有没有跌破？没有，这里没有跌破哦，是不是这里才跌破你的均线 M1 的均线？所以这里才跌破你的零轴，这样理解啊？所以今天我讲这个最主要还是延续什么？延续我们之前这个扭转门的基础教学。扭转门基础是在跟你讲一个 MACD， 一开始只跟你讨论 MACD， 我并没有一开始把均线放在里面去跟你讲这些。为什么？因为一开始你需要知道的只有基本 MACD， 你不要看错了。我只是在跟你解释市场上看错哪里错，为什么错，我告诉你，然后让你回家自己去看，而不是我讲的对不对？不用，你不要一下就认为我讲的是对的，都不要。拿着我给你的
我告诉你说怎么样看是错，你要怎么看才是对啊？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像书上或者市面上所有跟你讲 MACD 的那个都错的啦？没有一个对的啦！我跟你讲，没有一个对。为什么我敢跟你说没有一个对？因为每个人开口，只要开口跟你提到MACD， 必然要讲到黄金交叉、死亡交叉、背离，或者什么零轴，对吧？那我就跟你说，黄金交叉不是拿来给你研究可不可以买，不管黄金交叉你去买，你用什么条件去做？有人说哦，不可以到处买哦，应该怎么样才可以黄金交叉再去买才会赚，也是一样。因为黄金交叉不是拿来作为买卖的依据，就只有这个观念。所以只要跟你讲黄金交叉，那就是不懂，那就是错，你就跳到一个错的里面去研究一个你要研究，你要写一篇论文。如果你是物理，你要研究一个主题，那你那主题可能本身已经是错的，那你再怎么研究，你要从一个错的一个概念里面去得出一个对的结论，那就不可能。今天我在跟你讲这些，换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一开始我不会这样跟你讲 MACD？ 因为不能一开始就这样跟你解释，因为你完全会听不懂。你要先有 MACD 最基本的基础，你有了这个基础，就算你没有均线，你能不能赚钱？如果赚不到钱，那你就均线你也不要研究了。你学第一个阶段，你就要有办法。第一个阶段拿来股票，你拿进去放，就要能赚，不能赚就不要再进入第二阶段了。学东西你要这样学啦，表示你基础已经有问题了，你还上第二堂课、第三堂课，你干嘛继续交钱？你交那么多钱干嘛？不要说你学3年了，你第一堂课已经有问题了吧？你不可能期望所有的人念个小学学过基本的自然科学，比如说物理基本的、化学基本的，你就认为每个小孩未来都可以变成物理学的博士，本来就不可能嘛。他可能念到高中，他就不想念物理了他只想念文科啦，他觉得物理太复杂，那你能说他错吗？学习这种教育也是一样的，但是他到了高中，基础物理，他有一些基本概念，够了，这样就好了。那你说叫一个高中生都还没毕业，你要叫他研究比较新的现在的，比如说量子，你研究什么量子？你要怎么研究啊？一般人不是在那里什么量子学、量子什么？你当那个是都市传说是吧？然后看一看你就懂什么叫量子，还纠缠，你就瞎扯淡吧？学习教育其实一模一样啦。爱因斯坦最后到底他最后要干嘛啦？请问那么多人在跟你讲爱因斯坦相对论，有没有时间空间？有没有过去未来？不是都在那里研究吗？博主不是一大堆吗？在那里讲半天，不管他去哪边翻资料来跟你讲。请问你嘛，这个博主是真的有经验吗？不要说什么啦，你不要说未来，你就过去就好。你看某一本书跟你讲有过去，是吧？100年前，那你怎么证明？你也是在那边当故事讲一讲，你能证明吗？你又证明不，你证明不到的东西，你去研究它，也就是消遣。交易不是在消遣，因为有可能你会拿钱进去，所以为什么我会很慎重在跟你讲这些东西？有时候一开始最早以前，我只跟你讲那什么你就不要看，什么不要看了。为什么？因为一下子要跟你解释说它错在哪里，其实不太容易。你至少要有一个基础观念嘛，不然我们怎么讨论？我怎么跟你讨论均线有问题？我怎么讲？你站你的角度来看均线，你永远看都对啊，这怎么错？站上均线，对吧？我去买，站上均线你去买，你现在这样看好像没错，跌破我去空可不可以？你要晓得哦，你看了这个形，我说你看这个均线，你如果站上去买或者跌破
你去空，我只能说，我不能说你完全错啦，但是你就没有对过啦，懂吗？啊，为什么没有对过？因为你的概念还停留在这个二维空间的世界里面。庄子讲过一句话，夏虫，你不要跟他谈冰的，这冬天的事情。夏虫不可语冰啦，你不要跟他讲冬天，那他活不到冬天。所以这个意思其实有一点像哦，就是说你在这里看着你的均线在那里高高兴兴交叉来交叉去，你就在你的二维世界，这个很明显就在二维世界，你要看得出来。那跌破你的均线有一个概念你是没有的，你完全没有那个概念。你以为这里这样在干嘛？这样在干嘛？你以为这个什么意思？那未来呢？未来这里上去再下来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去你的均线之后，然后它不要像上次这样拉上去，你就没有办法去判读它。这里你看起来是对，再来你就错了。啊，为什么？因为他这里为什么会这样，你不晓得，你只是看到他站上均线，我去买就对啊，对啊，分析师就这样跟你讲啊，啊，所以一条均线你这样认为，3条也是这样认为，5条，那你当然也这样认为啊，因为你没有基本的什么波动的概念。这个拉回来走2走3，废话，你当然对啊。再来，人家在走 A 了，再来反弹 B， 这个当然不会上去嘛。这怎么会上去？你的均线怎么会上去？等它上去，肯定是要开始往上拉吗？不一定，因为这个有可能也是一个 B 的反弹，还会再下去。所以你上去均线就买。为什么有时候又会变成假突破？马上回来叫假突破啦。如果上去过了1天再下来，你能说人家假突破吗？它又不是3根 K 线马上掉回来，那但是它是要3根回来，还是要过5根 K 线才能掉回来？都可以啦，因为它都是 B 都可以啦。那你要看着均线收上去买，你就只能永远就像人家做程式交易一样，收上去我就买，跌破我就卖就好啦。对，你在多头你这样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啦，而且你均线弄得越大，好像赚得越多，你是傻瓜啊？你不傻吗？等一下最后下集你就知道，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市场上的问题哦，都是问题哦。很多人都以为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实都没有解决。为什么没有解决？因为观念还没转过来啊。你观念没有转过来，你说 A 解决了一个问题，这个均线呢收上收下的问题 ，B 说我知道，我只要把均线拉大，他就不容易在那里收上收下，那个就是废话啊。另外一个再跟你讲说，我只要在某个均线怎么样，再加上另外一条均线，或者我 K 线再收上去，那我先确定它要涨，我再去买，我不要一下子收上我就买，我等它往上拉一段，再往回撤，然后不破我再去买，啊，那还不是一样？是不是一样？那根本问题你还是在想要解决 A 的问题 ，B 以为解决 A，C 又觉得 A、B 没有解决，所以它根本问题是在那里。这里上集我只跟你讲到这里，上集先这样，因为这里你如果不能理解，下集其实也不用看了，你不要看了，下集看也没用。下集接下来要跟你拿的是这个另外的这种像股票的这个走势，那这个接下去还要跟你解决几个问题。常见的均线扣底，你会发现书上很多都在讲均线扣底，像这个均线黄色的，对吧？回来到均线，你看停，拉起来，对吧？均线来了，停啊，对吧？这是在均线以上拉回均线，来到均线你就买，尤其这种月看起来好像是是吗？是吗？你说不是，明明摆在眼前就这样，你还说不是？你要去解释啊，为什么它会停在这里？为什么？今天这股票也涨停啊！你回头去看，你的老师拿这个给你看，来均线你看我们不要看太短，看月总够长了吧？来回来均线，你只要这时候回去均线买，肯定可以赚一波，看起来没有错没有错啊，均线扣底，错。谁敢跟你讲这个错？你要讲人家错，你要去证明摆在眼前是对
啊，你还说他错？啊，你不是瞎扯，睁眼说瞎话？到底谁在睁眼说瞎话？对啊，看起来扣底，这个是不是有扣底？对啊，啊，我还跟你讲扣底是不是原因？不是，这错的。表示我讲的是原因不在你看的这个现象上，不是，因为均线不是这样给你用的，不是。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发现这个是错的，这说法是错，买有没有错？买没有错，买是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这里你买好像都不对，不对，不对？为什么？这都还在均线以上呢？啊，为什么有时候又错，有时候又对？那这里你如果前面都不管它，你看这里当然对啊，废话。啊，为什么这一次涨比较多啊？这上一次就只涨到这里啊，又回来啊，再扣底啊，反正我扣底我就买，是吧？啊，短线拉起来，只要跌破短期均线，我就跑就好啦。对你讲的很容易，做看看才知道啊，去做，你去做，讲的好像你已经把这个均线总结了，就这样，就这样，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啊，你如果真的在研究这种均线，你自己就要知道，有这么容易吗？那如果这么容易，全世界人都会赚钱呢？啊，为什么赚不了？几十年来啊，用这个均线真的赚钱的，赔钱的倒是很多哦，赚的就是很少啊。啊，为什么？那个问题是你要问自己，你如果要研究，你要自己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市场跟你讲啊，就扣底啊，就这样啊，答案就解决，答案就写一，只要有答案，你就是看到这个就一啊。我要问你的是，你解释给我听，为什么在这里停？是因为这条均线吗？你要去证明，谁会无聊去证明这个？谁？你没那么无聊，你就研究不了这种交易啦，知道吗？不是你去研究交易软件，这个程式怎么写？我的程式这个程式交易哦，我这要用多少参数？那个不叫研究。我再讲一次，那不叫研究。你要眼睛看得出来，算得出来，逻辑上可以通。你都不通，你把它搞到你用什么管你用什么程式语言去写都一样，都一样。你的逻辑不通，你用 AI 能用吗？你还是用不了的。那什么 AI， 你要给他一套逻辑，这个逻辑你要能通。所以我跟你讲哦，下一集我跟你讲，像这种均线扣底，因为今天在讲均线啊，有问题的，你要不要拿出来讨论？还是我也跟你讲说啊，这个你看哦，月的均线，你看这个 M2 哦 M2 啊，来扣底打到，你就这里靠近买，这个都会赚，都会赚。然后呢，我回头再跟你讲，你看我这个均线多好用，送你一条均线，那个就是在骗你。你要听得出来啊，真正问题是这条均线吗？是吗？是参数吗？如果我不跟你讲答案，你永远不会知道。我就跟你讲说，你看啊，这个扣底，你看我的均线比某某人更好用，更准，那个就是在骗你啦。啊，事实上有没有扣底？没有，没有这件事。但是你看见了，有啊，表面上有，所以很难研究。好了，下集继续再看吧。我们接着下集再讲。